日本想要吃上一碗跟动画里一样的拉面有多难，但恰好就是有这样的店。每个月只能约一次，他家的面都是从太空运过来的吗？凭什么区一个拉面店可以拉到这种排面？又到了吃拉面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可能是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拉面了。虽然我真的很不爽这种预约制，但我还是会想，如果我娶了姐夫的姐姐，那我的姐夫也要叫我姐夫吗？日本是真的很喜欢排队。他家没有在那种很繁华的商业区，门口就写了完全预约制。还有个菜，一家的。所以我第一次想用美的来形容一碗面，摆盘非常讲究，肥肥糯糯的鸡肉，粉粉嫩嫩的鸭肉叉烧，还有几颗馄饨。他家有盐和酱油两种味道，我这碗就是酱油的，表面上浮了那层油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它的汤用的是博多地鸡和北海道海带熬制的，所以喝起来鲜中带甜，油腻味也不是很重。这汤真的绝了！就这种面条它会比较爽口，口感也很柔软，而且它真的自带一股小麦的香气，还很能挂汤。师傅甩面的动作和那个步骤都和普通拉面店不一样。它那个馄饨里面塞了一些柚子，所以吃起来还有一丝丝的果香。它那个鸭肉非常的软，甚至会有一种梅菜扣肉的感觉。猪肉叉烧我喜欢把它泡在汤里，因为热汤会让那个油脂更好吃。真的第一口猪肉，它家里面就是你看起来非常的清淡，但是吃起来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油香，因为里面的肉都是烟熏过的，所以泡过肉的汤也会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它像是野味儿。而且这里面的鸡肉全是低温熟成的鸡肉。我还特别想夸一下这个鸡肉，嚼下去没什么齿感，它像鸡胸肉，也像鸡腿肉。它那个鸡肉好好吃，跟果冻一样。而且这个叉烧真的超级满足。我甚至还单点了一份叉烧，而且当你吃到后面，你会发现汤底的下面它其实是有很浓的菌菇味的，所以慢慢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家这么装逼是预约制，可能因为这个汤真的很难调吧，每一碗面都很复杂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打味儿。132年的鳗鱼店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而且曾经日本身份最高的那个男人钦点御赏的鳗鱼饭，这规格好像是跟街边的鳗鱼店不太一样。它在奈良这儿真的遍地都是小路，它真的很温顺，好可爱呀！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。我们去的这个鳗鱼店它很好找，因为这个店外面还有个城墙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进门就是一种日本贵族宅邸的感觉。脚下这个小石子是防刺客的，他家是创于明治24年，不愧是100年老店。它这个楼的构造之复杂，感觉只有去古都旅游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楼。对了，我最近还是吃饭，一顿完美的鳗鱼饭料理一般都会有非常多的前菜。第一个菜是凉拌鳗鱼就是把烤过的鳗鱼泡在凉水里，然后拌上凉菜，像是兰州牛肉面配的小凉菜，黄瓜会特别的吸水。然后是鳗鱼玉子烧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鳗鱼做法之一，很像是在吃老式海绵蛋糕的感觉。鳗鱼的味道会进到蛋里面去，就它整个蛋嚼起来都有一种鳗鱼的那个香香的味道。玉子烧的部分就很像女王卷外面那个蛋糕胚，绵绵软软的，很有空气感。鸡蛋那个淡淡的甜味和鳗鱼的腥味融在了一起，真的很开胃。前菜一般还会上一个水煮鳗，就是最没有味道的鳗鱼，它能吃到鳗鱼本身最新鲜的味道。那我提问了，为什么不吃鳗鱼刺身呢？它这个水煮鳗吃起来很像一坨肥肉，蘸一点132年前的老陈醋，还说加点紫苏叶。下一个菜是很常见的鳗鱼干，鳗鱼干是鳗鱼的内脏里面最好吃的。鳗鱼干的口感其实很接近鸡心，又滑又弹。第一次吃它可能会觉得有点点苦，嚼开肉里面是那种很细腻的质地，舌头碾碎的时候还会觉得很顺滑，很像鸡的卵巢的那个口感。然后接着是鳗鱼蒸蛋，它这个是不是在比哪家做的更烫啊？它这个蒸蛋里面有一半都是鳗鱼，吃起来像冰豆花一样滑嫩，上面的鳗鱼就很像肉勺，带着一股很浓的鱼肉香。来这儿的鳗鱼蒸蛋一定要单点，单点里面的鳗鱼特别多。他家最早是以红白双拼烤鳗出名的，一般来说是先吃白烧再吃蒲烧，但是其实你要是把两种混着一起吃也很好吃。盐烤的味道会比较清淡，但是鳗鱼肉它本身就有很浓郁的香气，一口下去像是吃了一口很厚的猪油渣，又有点像脆饼。我觉得白烧加酱油会很好吃。吃完这一大堆，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鳗鱼饭。鳗鱼饭上面那个鳗鱼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它是烤了又蒸，然后再烤，就是为了保证它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。那个酱料包裹着鳗鱼，真的是薄薄的一层，像是一层糖衣，真的是恰到好处的甜味。鳗鱼饭一道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，米饭它也是颗颗饱满，就是挖一口肉一起吃，很像是在吃红烧肉盖饭。他们家的特点是酱油味会特别重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鳗鱼到底有没有刺儿？它其实是那种很小的软刺儿，再加上烤蒸烤之后，那个骨头基本上就没有存在感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好的鳗鱼饭店已经不多了，要这种入口即化又肥而不腻的店真的很少，且吃且珍惜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干味儿。是我们在日本吃过的那些有的没的，还很危险。这次回成都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好吃的，又到了胀饭的日子啊！这家店的后厨还在米其林餐厅干过，这种新中式的菜真的很得劲儿。回成都最开心的就可以随便喝饮料，霸王茶姬，回国真的很幸福。到了，先说没有接这个餐厅的推广啊，上一次来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又来了。点的第一个小前菜是亲嘴豆腐，清理的清，这个豆腐的密度特别的高，咬下去的齿感特别扎实，配着旁边的豆瓣酱，现在就很下饭。甚至这个有点像在嚼鸡蛋布丁的感觉。下一个菜是热拌鲈鱼，不是鱼露，是鲈
鲈鱼哦。啊，装什么？刺儿是真的多，但它这个口感确实在鱼肉里面算很细腻的，特别是肚子上这种一大块，加一点香菜跟剁椒，酸辣开胃的同时又很上头，就像你在半夜嗦那个酸辣凤爪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他们家的柠檬加的真的很多，然后是茶碗蒸蛋，我觉得每个川菜馆都会有，他家真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慕斯蛋糕，特别老成都的味道，而且它蛋里面还是调过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又咸又甜的感觉。上面的肉少加的是那种成都老酱油，酱香特别浓。到底是谁在说只有江浙沪才会用蒸蛋拌饭？我超级喜欢这个蒸蛋，你们一定要单点一个。然后这个才是我今天的最佳，掀开盖子的时候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它接触你舌头的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像是酸汤鱼的汤，但是你马上又可以尝到牛肉跟芹菜泡在汤里的米饭，米粒会很饱满，所以一口下去口感真的很丰富。特别是你把饭跟芹菜一起嚼，里面的酸菜跟芹菜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是泡椒鸡，它这个真的很辣，它里面泡椒和子姜的味道特别浓，还加了很多小米辣，有点自贡菜那个感觉了。泡椒的人份的鸡汤娃娃菜，鸡汤不是很浓，但这种脆甜的口感真的很修正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吃甜品吧。它还是一个糖油果子加冰淇淋的组合，好怪啊！糖油果子还是得吃街边老店那种，很好吃其实啊。然后是土豆炖排骨，这个很像我爸在家烧的那个味道，而且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小排，一咬就脱骨的那种。那个土豆炖的也很入味，就连里面的心都能吃到红油的味道，而且还沙沙的，有排骨越嗦越上头。然后最后我们点了一个我最期待的菜，就川式腊肉拌饭，端上来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很诱人，腊肉的香气真的很明显，就很像你掰开竹筒饭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除了青菜末还有4季豆、5季豆、6季豆啊。为了配这个饭，点了一份干腰合炒，所以我发现他家的饭比他家的菜还要用心。就是总的来说，他家是那种分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一次可以吃很多菜的饭店。感觉又说了一句废话，而且推荐指数8分。在京都这座日本最装逼的城市里，排名第1的和牛烤肉是怎么装逼的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，好有创意的开场白啊！好了，吃饭喽。包间非常的大，点的是最贵的套餐，还单点了一些肉，哎，真的猪逼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就是生牛肉，一般对自家肉很有信心的店，前菜都会让你吃生肉，旁边是芝士碎和青椒，它甚至还是厚切，那个肉粘满芝士碎送进嘴里，在嘴里嚼着特别像黄鳝，脂肪的部分又像是黄油在口腔里融化一样，可以蘸一丁点带着酒味的酱油，京都酱油真的鲜。一整盘生肉下肚。第二盘菜想不到吧，还是生肉，上面那个是黑松露末，吃起来就很像汽油见过味的牛肉饺子馅儿，但是嚼起来会很有空气感，像是平时吃的那种带气孔的慕斯的感觉。因为它把肉切得非常的薄，所以你如果一口吃的话，它像吃了一口牛肉味道的肉末。第三个菜也是小前菜，血子和胃带，它这个吃起来很像鱼卵，但是那个绵密的脂肪也会让你觉得越嚼越香，这嚼起来真的很像肥肠。上主食之前来一口味觉修正小泡菜。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就这个非常夸张的牛舌尖肉，它只是舌尖的部分，但可以切这么长，这头牛得有多大？像卷毛巾一样，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淌汁儿。这个就像是九转牛舌，上面点缀的那个酱油葱，特别的提味，就是牛舌配葱，胆固醇的味道一下就上来了。我现在觉得长长的薄切其实比厚切更来的实在。哇，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生菜环节，你们吃吧。然后现在烤的这一坨是牛的外腿肉，外腿肉比内腿肉的脂肪更少，它吃起来更有嚼劲，纤维也更粗。我们趁它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一口咬了下去，虽然它肉感十足，但怎么吃起来很像千层肚，在嘴巴里疯狂逃窜，四舍五入又吃了一块生肉。基本上是9分生1成熟。接着是最香的横膈膜肉，它也是最肥的，明明都是牛身上的肉，怎么脂肪能差那么多？每一次吃它，我都觉得人生值得。脂肪包裹着葱香，每一次牙齿的挤压都能挤出很多丰腴的汁水，顺着你的舌尖汇入深喉，所以我每次都想把它嚼干了再吞。它就算不蘸那个汤汁，它也有很多水。然后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这一块牛舌你会觉得它里面生软的那个部分的占比很大，挤一点小柠檬，会有一种很温柔的内脏香。然后这是今天最贵的一块肉，它不是里脊但很接近，它是牛背肉，口感非常的绵密，你能够吃到很细腻的纤维感，但是又能感受到每根纤维中间分布均匀的脂肪，就像是有很多小格子，然后你一口全咬破。肉的纤维特别的密，但是完全不会柴，也就只有和牛能做到这样的感觉。下一个菜是重量级的手卷，大家会亲自到包间来，有一点尴尬，有一点可爱啊。它手卷里面一半是生肉，一半是很厚的海胆，会在嘴巴里自动形成一坨海胆和牛拌饭。它那个海胆巨厚一块，鲜甜的海胆和奶香的和牛，它就像莫文蔚的盛夏果实。米饭完全是衬托海胆的味道。然后就是最后的主食，一个是牛脸肉炖的咖喱饭，一碗是韩式冷面，就是想让你撑到站不起来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羊奶布丁，吃下来他们家的肉质是真的很顶，用餐体验很好，但就是很贵。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